汽车发源地德国居然被比亚迪上门抢单了。最近，德国铁路公司放出了一份价值10亿欧元的大巴采购合同。这笔生意在所有人眼里都该是德国本土车企的囊中之物，但谁也没想到，比亚迪硬生生从中拿下了200辆纯电动大巴的份额。这波操作直接把德国财长气得跳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欧洲车圈不太平，准确说是德国汽车业有点坐不住了。起因是德国最大的公共交通运营商德国联邦铁路公司，为了进一步提升旗下大巴车队的现代化和电气化，敲定了史上最大的一份大巴合同。他们计划采购3300辆大巴车，这里面既包括柴油车、混合动力车，也包括纯电车，总价值超10亿欧元。可有意思的是，这10亿欧元的盘子里，比亚迪硬生生分到了200辆纯电大巴的份额。要知道，这里可是德国，人类第一辆汽油车、第一辆汽油电动大巴的诞生地。采购方德铁的大股东还是德国政府。作为本土最大的大巴运营商，选比亚迪，那可真就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于是这事儿直接惹毛了德国财政部长克林贝尔，他公开表示说这份合同让自己恼火，还呼吁采购得讲健康的本土爱国主义。然而这波表态一出来，国内外网友直接乐了。有中国网友表示，合着生意没谈过就谈情怀，德铁选比亚迪还不是因为划算又好用？以前德国车在国内卖的贵的时候，怎么没提爱国主义？还有网友补刀，财长要是真着急，不如督促本土企业搞研发，光靠嘴说可追不上。海外网友也站出来说公道话，有德国网友留言道，我每天坐比亚迪大巴通勤，续航稳，空间大，比本土车型舒服还便宜，企业选性价比高的有问题吗？更有欧洲网友调侃，欧盟一边喊碳中和，一边抵触好用的电动大巴，这操作也太矛盾了吧。当然，网友们的这些调侃也不是没道理。德铁选比亚迪根本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实打实的体验过真香。早在这次签约前，比亚迪就已经给德铁交付过54辆电动大巴，在法兰克福、石河州等地跑了不短时间。这些大巴靠长续航、高载客量和低运营成本圈粉了不少当地居民。要知道，德国对交通装备的技术和环保要求出了名的严苛，能在德国市场稳定运营，本身就是对产品实力的最好证明。自从2020年进入德国市场，比亚迪就已经累计拿到了超500台电动大巴订单，300多台已经跑在柏林、杜塞尔多夫、慕尼黑等主要城市的街头，15%的市场份额让它稳坐中国品牌在德电动大巴市场第一的位置。放大到整个欧洲，每10辆新注册的电动大巴里就有1辆是中国造的，而这其中比亚迪占了大头。今年前3季度，比亚迪在欧洲的电动大巴新注册量就有869辆，是去年的4倍。现在比亚迪的纯电动大巴已经覆盖了欧洲26个国家，160多个城市，累计订单超6700辆，行驶总里程快突破6.45亿公里了，相当于减少了69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。为了更好服务欧洲市场，比亚迪还在匈牙利建了工厂，前不久刚下线第1000辆电动大巴，这次给德铁的200辆大巴就产自这里。不仅如此，比亚迪还在英国建了电池售后服务中心，能2小时响应1600辆大巴的维保需求。在欧洲15个国家设了超100个服务网点，配件储备超4万件，本土化服务做得相当到位。其实，中欧汽车产业早就深度绑定了。大众把研发中心开到合肥，中国电池厂在德国、匈牙利建厂，中欧班列上跑的很多都是汽车零部件。真正的产业爱国不该是盯着200辆大巴生气，而是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全球电动车市场还在暴涨，到2030年预计缺口2700万辆，这么大的蛋糕足够大家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比亚迪今年前11月的销量成绩单格外亮眼，全球范围内，比亚迪1至11月累计销量418.5
28.2万辆，其中海外销量突破91万辆，11月单月海外销量就有13万多辆，光是乘用车出口1至11月就累计达到了87.8万台，同比增长144%，距离出口领头羊奇瑞就差一步。在欧洲市场，比亚迪更是开启了碾压模式，把特斯拉都甩在了身后。今年7月，比亚迪在欧洲的新车注册量就超过了特斯拉，之后更是持续扩大优势。到11月，比亚迪在德国累计销量19197辆，同比涨了6倍多。意大利更猛，累计销量20211辆，同比增长近49倍。西班牙市场里，11月电动车销量超过特斯拉，还有4款车型挤进当地最畅销电动车前10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比亚迪的宋 Plus 在德国11月插混车型销量里拿了冠军，这是中国汽车品牌第一次在德国主流细分市场登顶。现在的比亚迪已经在德国、英国、奥地利、土耳其、爱尔兰、马来西亚等多个市场全面超越特斯拉。对此，有网友调侃道：“除非特斯拉能在今年剩下的几天里把 Model 的那个变形金刚功能研究出来，不然想反超比亚迪根本不可能。”就在比亚迪在欧洲市场高歌猛进的时候，德国汽车业的寒冬却来得猝不及防。2025年12月16日，对大众汽车来说是个该被载入史册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位于德国德累斯顿以北河畔的透明工厂正式关停了整车生产线。这可不是普通工厂关停，要知道大众都88岁了，这还是头一回关闭德国本土的生产线。曾经被当成德国工业美学象征的透明工厂，最终没能熬过新能源时代的浪潮，说起来满是唏嘘。可能有人不清楚，这座2002年投产的玻璃厂房当年可是大众的面子工程，专门生产高端旗舰辉腾，用来向全世界展示自家的工程实力。可光鲜背后全是尴尬，它投产23年，累计生产汽车还不到20万辆，连沃尔夫斯堡主工厂半年的产能都赶不上。2016年辉腾停产后，工厂转型生产 ID.3 电动车，销量依旧不温不火。最后大众干脆放弃治疗，把场地租给大学，改成人工智能和芯片研发园区，彻底跟汽车生产说再见。说白了，关厂这步棋，大众也是被逼无奈。要知道，德国本土的成本高的离谱，简直是烧钱洼地。工业电价0.38欧元每度，是中国的3.2倍；工人时薪49欧元，比比亚迪欧洲工厂高67%。生产1辆车的劳动力成本更是达到2.39万元人民币，是中国的5.6倍。对德累斯顿这种产能不足的工厂来说，卖车赚的钱可能都覆盖不了人工和电费，关闭反而成了最理性的选择。更致命的是，转型之后被中国车企甩了不止半拍。大众 CEO 自己都承认低估了用户对智能座舱的需求，旗下 ID.7 就算降价15%都卖不动。然而，智能化差距更是扎心。中国车企每月一次 OTA 升级，大众负责研发的 CARIAD 部门却进度滞后，还被迫裁员40%。现在极氪001成了德国最畅销的进口电动车，中国车企在欧洲混动市场份额都突破9.8%，大众本土工厂自然难以为继。此外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市场压力也没饶过大众。全球车市需求低迷，欧洲电动车增长放缓，加上美国关税政策卡脖子，出口受阻，进一步压缩利润。2025年第3季度，大众净亏损10.72亿欧元，是5年来首次季度亏损。旗下保时捷前3季度利润更是暴跌99%。无奈之下，大众把原本1800亿欧元的5年投资砍到1600亿欧元，非核心资产只能忍痛优化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大众关厂绝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德国汽车业困境的缩影。今年大众、宝马、奔驰3大巨头利润合计暴跌76%，创下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。德国汽车业12个月内净减5.15万个岗位，年产量从2016年的606万辆跌到2024年的410万辆。为了自救，大众计划2023年前在德国裁员3.5万人，这次关厂就是裁员计划的实质性一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欧盟原本计划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，最近突然松口改成减排90%。
被外界调侃是给德国车企续命，可专家直言，这只会让车企战略迟疑，反而给中国车企更多拉开差距的时间。现在大众一边收缩本土产能，一边加大中国市场投入，计划在2030年推出50款新能源车型，明显是想东方不亮西方亮。总的来说，这次大众88年首次关闭本土工厂，本质是高成本、慢转型、强竞争三重压力下的必然结果。这不是德国制造的终结，但绝对是全球汽车业格局重构的开始。曾经的欧美汽车巨头真的要好好琢磨一下，该怎么跟上这个新时代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